大家好，欢迎来到油管的科普频道科技与文明，我是老底。我将用读过小学就听得懂的语言，为您讲解您最应该知道的，为您的人生保驾护航，给您和您的家人朋友带来幸福和好运的科学技术和文明的话题。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宇宙、地球和人类。今天视频的内容建议每个人都看一看。看了这个视频，你将明白宇宙的诞生和那之后的演变。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和空间？宇宙中物质的演化。请大家看这张图，璀璨的星空，蓝色的地球和这个小男孩，他们是怎么在宇宙物质的演化中诞生的？也就是说，地球和我们人类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不但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更关心现在这个小男孩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上？他一天天长大。如果他想当一个科学家，有哪些教科书没有告诉他的？其中或许还有陷阱，我们也顺便聊一聊。如果他如愿成为了一名大科学家，他有很多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那么他奋斗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也许是推动了文明的进步，让我们能够实现星辰大海的愿望。我们可以乘着飞船去看看宇宙的边界，回到过去的大清，去改写甲午海战的历史，去未来看看10000年以后火星上有没有地球移民创造的新的文明。但是也许不是这样，他发明的人形机器人取代了人类99%的工作岗位，想开网约车送外卖都成了痴心梦想。极少数的科技公司获得了人类几乎所有的财富，95%的人没有工作，不得不靠社会的施舍和救济艰难度日。然后问题就来了，社会要我们这些光吃饭的累赘干啥？那么也许有一场战争，也许有一个不小心从实验室里泄露的病毒在全世界扩散开来，年老体弱的、免疫力弱的某些特定的人口就被清理了。普及科学与技术的知识，关注科学与技术的进展，探讨它们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这就是科技与文明频道的宗旨。尽管在这一个视频中不可能深入探讨人形机器人这样的具体问题，那么我们先概括性的聊一聊，我们从哪里来，看一看我们所在的世界，也聊一聊应该怎样的认知科技的理论，怎样摆脱不必要的困惑和纠结。
因此，这一期节目是一期如此重磅的视频。正如某首歌所说的，这是人类根本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在一生中没有看过，那么也许他一生会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吧。另外，这期节目预计会很长，根据录制的状况，也许会分成几段上传。在后续的节目中，我们将一个一个的聊人形机器人啊，怎样安全的使用锂电池的笔记本啊，锂电池的电动车到底应不应该买，最好在什么时候买。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也聊一聊我身边的小小的话题。举个例子，我现在所在的日本，他们的垃圾是怎样分类的？我每天怎么扔垃圾？大家有感兴趣的问题也可以留言，我将尽我所能为大家去看看，然后呢告诉大家。例如，日本有没有中医？日本的中医药是怎么回事？在日本，银翘片是药品还是食品？手头积累了一些资料，看看能不能做个专题，聊聊甲午海战和日俄海战。在横须贺三立军舰博物馆展示着最远舰炮弹的实物，可以用我的摄像机带大家去看看。回到正题，我们先来聊一聊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显示的是我们在地球上用望远镜能够看到的宇宙的一部分。宇宙的在这个图表示的边界，就是说这个边界，这个边界之外的部分，这里因为天体发出的光不会到达地球，我们看不见。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探讨。这里是太阳，我们的地球在这里。地球的内侧离太阳最近的是水星。水星看起来和月球大小差不多。水星没有大气，没有水，表面的温度白天大约是430摄氏度，晚上是零下170摄氏度，完全不适合生物生存。顺便说，有一个日本漫画叫做《水星领航员》，故事背景的星球虽然也被作者叫做水星，实际上呢，它是火星，和这个水星没有任何关系。下一个，稍远一点的是金星，也就是启明星。旧苏联和美国从1961年开始发射探测器对金星进行了探测。金星有厚重的大气，成分是二氧化碳。我们知道，二氧化碳有温室效应，因为这个原因，
金星表面的温度，白天和夜里都有460°C，也就是说比水星白天的温度还要高。金星的大气中有几公里厚的硫酸云，高空的风速每秒有100米，所以金星也完全不适合生物生存。金星的外面就是我们的地球了。地球的外面，第一个呢是火星。我们来详细看一下火星。这张图展示的是火星的样子。火星上的一天是24小时37分，一年是687天，半径是地球的一半，倾角是25度，和地球的23.4度非常接近。和太阳的距离是2.3亿万公里，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是1.5万亿公里，二者相比差的也不是太多。可见，如果我们的地球因为核战争，或者是呢被小行星撞击，变得不能生存了，火星是最适合移民的星球，也可能是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下唯一可能实现移民的星球。大家知道，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就是火星。火星和地球一样，也是岩石构成的。现在的火星大气层的气压只有地球的6/1000，南极和北极有二氧化碳的冰，也有水冰，就是说这些冰融化的话变成水。现在的火星像这个图展示的一样，是一片荒漠，但是火星的地表显示火星曾经有过大海和河流，有过湖泊，也曾经有过火山爆发。但是呢，火星上过去发生过什么，还有待将来火星探查机的考察。有一本科幻小说是这样写的：比地球更早，火星变成了适合生物生存的星球。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地球上还到处都是剧烈的火山喷发，天上下的雨中还有较多的硫酸，海水中的硫酸也比较多，海水里边呢只有低级的生物。在火星上，火山的剧烈活动呢已经过去了，火星的表面和现在的地球差不多，有海洋，有河流，陆地上有森林，鱼在水里游，动物在陆地上跑，鸟在天上飞。后来，智慧的火星生物出现了，它们长得和我们不太相像，有大大的脑袋，身材细高到了夸张的程度，称为呢第一代火星人。火星人的科技水平后来呢超过了现在的我们。火星人是创始主，也就是神或者叫上帝，是他创造的。创始主在开启火星人的智慧的同时，也在火星人的基因中埋下了一小段基因，叫做星辰大海。所以火星人就有了一种意识，
不能像其他动物那样满足于在火星生存。它们拥有一种东西叫做文明，有一个使命，要把文明的种子散播在宇宙的星辰大海。实际上那时候，神和火星人在一起，火星人得到了神的呵护。创世主告诉火星人，他创造了地球人类，然后呢就离开了，只留下了一艘时空飞船，留下一句话：将来如果他创造的文明，也就是说火星人或者地球人还存在，可以乘坐那艘飞船去见他。火星人的宇宙飞船来到了地球，发现地球的环境已经很不错，原始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出现了。于是火星人决定在地球上开辟殖民地。一个呢是因为神赋予的使命，更现实的是火星人已经有了核武器，甚至是反物质武器。火星文明有被这些武器毁灭的风险，需要一个避难所和新的家园。火星人在地球上建设了很多的基地，派遣了一些火星人，带着大批的人形机器人来到了地球。他们在地球上炸开山脉，修造大江大河，培育森林，改造地球的环境。对于当时的旧石器时代的地球人类，火星人已经知道了，他们就是创世主所创造的智人，智慧的人类。所以火星人的原则是提供最基本的帮助，特别是改善环境，教地球人基本的生存技能，让地球人在危机中生存延续的能力得到加强。但是不干扰地球人类文明的发展，让地球人自己探索。现在在考古出土资料的记载中和关于上古的传说中，经常有关于神的记载。那些神有些是火星人，火星宇航员，有些是火星的人形机器人。后来火星本土爆发了核大战，战火波及到地球上的殖民基地，包括在地球上的火星人，火星文明也就彻底毁灭了。在小说中关于未来的记载，人类的火星移民创造了新的璀璨的火星文明，称为第二次火星文明。创世主留下的时光飞船也被发现了，只是我们的地球遇到了一些麻烦，因而引起了第二次火星文明发动的独立战争。火星变成了一个不依赖于地球的独立的文明星球。最后地球上爆发了终极的核大战，战火也波及了火星，地球人类文明和火星文明面临一起毁灭的危险。时光飞船脱离战场，迫降在2024年的地球。来自火星的和地球上的年轻人共同探索怎样才能修正一点点地球文明发展的路径，
避免两个文明的毁灭。关于这些，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找时间再聊，这个话题比较长。回到现实，要移民火星，除了需要从地球运去必要的这个物质以外，还需要做下面的事情。第一个是初期的火星移民住在哪里？这个可能比想象的简单。研究表明，火星上应该有火星喷发的时候熔岩冷却凝固时留下的洞窟。典型的这种洞窟的宽度和高速公路差不多，有2层楼高，长度呢从几公里到几十公里。住在这里是再适合不过了，因为呢没有高能宇宙射线的辐射。第二个是水的问题。如果把南极和北极的水冰融化了还不够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是呢，把一颗由冰构成的小行星拖过来，让它坠毁在火星表面，江河湖海就有了。火星的外面，也就是火星和木星之间是小行星带，找一颗冰质的小行星应该不难。形成大气和土壤需要氮和碳等等元素。如果小行星富含氮和二氧化碳，那就最好了。或者呢，单独拖一颗富含这些元素的小行星来。第三个问题是，火星上几乎没有地磁场，这是因为火星内部的铁核已经凝固了。没有地磁场，宇宙射线呢长驱直入到达地表，人只能躲在山洞或者是建筑物中，而且太阳风会把大气中的水蒸气吹走，无法形成适合生存的大气环境。解决的办法是用超导磁体形成人造的地磁场。超导磁体因为没有电阻，没有导体的发热损耗，长期维持大电龄需要的电能很小。工程的问题，超导磁体可以放在赤道，或者放在南极和北极附近，或者是让它飘在宇宙太空。这个需要研究和设计选择。还有就是建设成本，如果高温和常温超导体的研究有大的突破，可以大大的降低建设成本。做好了这些，假以时日，火星自然就会变成和现在的地球一样，变成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移民要做的就是加速和调节这个过程，从地球运过去植物的种子和幼小的动物，人工培育以后向自然环境投放。回到这张图，我们来看一下火星的外面。这里是刚才我们看的火星，火星的外面相邻的是木星。木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它的直径是地球的11倍，是太阳的1/10，质量是地球的318倍。
木星的主要成分和太阳类似，氢占90%，氦占10%。所以呢，木星有一些像太阳的兄弟。如果再大一些，木星的内部就会发生核聚变，也就变成了第二个太阳。木星是气体行星，从外到内的层次结构是大气层，然后是外层，也就是木星的表面，这一层呢是液态的氢和氦，再往里面是内层，金属的氢和氦，最里面是木星的核，一般认为是铁和岩石，这样的结构称为类木行星，也叫气态巨行星，体积比其他的岩石质的行星来的大，星体的密度比较低。气态巨行星除了木星之外，还有一个是土星。显然，刚才我们看到的木星，它不适合人类移民。但是呢，木星有木卫一、木卫二、木卫三、木卫四，还有4颗卫星。这4颗卫星是除了火星之外可能移民的有力的候补。木星的外面是土星，就是它了。土星有美丽的光环，刚才我们说了，土星它也是一个类木行星，就是气态巨行星，结构和这个木星是差不多的。土星再往外是另一类行星，叫做冰巨行星。冰巨行星也叫做类海行星，是一种主要由比氢和氦更重的气体组成的巨行星。它的质量大约有20%是氢和氦，80%是氧、碳、氮和硫。这类型行星呢，有天王星和海王星。我们看一下，天王星在这里。天王星虽然不是很明显，它也有像火星一样的这个环带。然后呢，就是海王星，最外面呢是海王星，海王星是它。天王星和海王星，刚才说了，它们是冰巨行星，就是说，氢和氦只占20%，剩下的是铁、碳、氮和硫这些成分。回到这张图，刚才我们看了太阳系的8大行星，太阳系隶属于银河系，它是银河系的一个成员。银河系呢在这里。同样为银河系成员的还有大麦哲伦星系。大麦哲伦星系它是呢银河系的卫星系，也叫做半星系。日本有一个漫画叫做《银河铁道999》，这辆铁道呢，是从地球出发，终点就是大麦哲伦星系，也就是这里了。作为银河系的兄弟，有呢仙女座星系。
仙女座星系正以每秒110公里的速度向银河系靠近。嗯，每秒110公里这样的速度，也就是高速路上车的速度的3600倍。它正在以这样的速度接近我们的银河系。科学家预言，45亿年以后，仙女座星系和银河系将互相碰撞，融合成一个全新的星系。第二层结构是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这个超星系团大约包括了10万个星系，范围大约是5.2亿光年，它的质量大约是银河系的10万倍。在这张图中展示的是可视宇宙，其中的这个黄色的部分，这里就是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我们换一张图，这张图展示的是它附近的邻居。在图中，黄色的这个部分是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再放大一些，我们看一下，它是长这个样子。这个结构就是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这个红色的点儿指示的位置是我们的银河系。第三层结构是使女座星系团，它大约呢在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它长得什么样子。这是使女座星系团。回到刚才的图，那么这是我们的银河系，它是我们银河系上一级的结构，大约在这个位置。使女座星系团的直径大约是2000万光年，它拥有2000个星系，也就是说银河。这张图显示的就是它的样子。在希腊神话中，使女座是女神德美泰罗的女儿，她的名字叫佩鲁西珀内。佩鲁西珀内呢，被冥王，也就是冥界的神哈迪斯给抢夺走了。大地因为他的母亲德美泰罗的悲痛而满目疮痍，在宙斯的干预下，黑鲁西珀内在每个春天和夏天回到人间，秋天和冬天则在地府度过。这就是季节变化的由来。使女座作为一个星座留在了夜空中，象征着这个美丽而悲伤的故事。第三层结构是北星系群，
这张图展示的就是北星系群。北星系群的直径大约是500万光年，拥有50个星系，也就是银河。北星系群的下一级结构就是我们的银河系了。我们来看一下，在这张图上，北星系群的这张图上，黄色的这里就是银河系，这张图就是银河系的样子。银河系包含2000到4000亿的恒星，还有呢星际气体，也就是星间嘎式，它是指呢飘在宇宙中的主要为氢和氦的气体。银河系圆盘的直径大约是8到10万光年，中心的厚度大约是15000光年，边缘的厚度大约是1000光年。这是银河系的样子。银河系的中心有它超大质量的黑洞，这个黑洞已经被观测到。银河系的中心的恒星的年龄呢也比较老，恒星比较密集。银河系的年龄大约是130亿年。关于银河的传说有中国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讲。这是另一张银河系的示意图。银河系是这样旋转的，它有这么几条悬臂。银河系的下一级结构就是我们的太阳系了。我们的太阳系在银河系的住所，我把它贴在笔记本里边。我们看一下，北宇宙下边是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然后呢是狮女座星系团，然后是北星系群，下一级是银河系。银河系下边的猎户座旋臂、古尔德带、本地抛、北星际云、奥尔特云，这是我们的太阳系。中间呢是太阳，然后呢外边有8大行星。我们的地球从里往外数是第3颗星。太阳系的年龄大约是45亿年。太阳的8大行星距离
太阳从近到远，是第一类岩石型行星，也叫地球型行星，包括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第二类叫木星型行星，也叫巨大气体行星，主要的成分是氢和氦，包括木星和火星。第三类是天王星型的行星，也叫巨冰行星。巨冰行星由甲烷、氨和冰等等挥发性物质组成，包括天王星和海王星。小行星星带在火星和木星之间，多数是和地球型行星，也就是岩石行星一样的组成，由岩石和金属构成的小的天体组成的这个带状的结构，叫做小行星带。还有太阳系外缘天体，广泛分布在海王星的轨道的外侧，主要是由冰组成的小天体。太阳系的质量构成，首先是太阳，它占总质量的99.86%，然后是4颗巨型行星，它占剩余质量的99%。4颗巨型行星指的是呢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其余的天体，也就是4颗岩石型行星、卫星和小行星、彗星等等，占总数的不到0.002%。基于地球到太阳距离的单位称为天文单位，写成了 AU。一个 AU， 一个天文单位，大约相当于1.5亿公里。太阳的半径大约是70万公里，在它的核心发生核聚变反应，氢转化为氦，这个反应将维持51年。在那之后，太阳将变成红巨星，大小达到火星轨道的位置，开始氦核聚变反应。这个反应维持1亿3000万年，然后将变成白矮星。白矮星的体积与现在的地球相近，是一种主要由电子简命物质构成的恒星核的残骸。下一级结构就是我们的地球了。看一下这张图，展示的是我们的地球。地球是太阳系中的第3颗行星，也是目前已知唯一的孕育和支持生命的天体。宇宙的年龄和物质，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目前最广泛接受的宇宙学模型，宇宙的年龄大约是138亿年。这个估算数字的来源是一些观测得出来的，包括第一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第二个遥远星系的光的红移，第三个最古老的恒星。宇宙的元素组成，宇宙的元素组成主要包括以下的几种：氢占宇宙质量的75%，氦占24%，其他的元素，比方说氧、碳、氖、铁、黄金等等，占剩余的1%。这些元素通过恒星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比方说氢聚变成氦生成的，还有呢超新星爆发生成的。我们看一张图，这是一张超新星爆发的示意图。一些重的元素，比方说黄金，它是在超新星爆发中产生的。一般的核聚变反应，恒星里边的核聚变反应没有办法生成它。这些元素形成了以后，在宇宙中传播，形成新的恒星和行星。太阳系的年龄大约是多少年呢？看这张图，我们太阳系的年龄大约是45.684亿年。这个估算是通过对陨石中富钙铝包裹体它的放射性衰变分析得出的。太阳的元素组成，太阳的组成元素主要是氢占太阳质量的73%，氦占25%，其他的元素包括氧、碳、氖、铁等重元素。虽然它们的比例小，但是呢仍然存在。这些元素通过核聚变反应产生能量，使太阳持续的发光和发热。地球的年龄有多少亿年呢？地球的年龄大约为46亿年。这个估算是通过在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和陨石的放射性同位素分析得出来的。地球的元素组成是怎么样的呢？地球的元素组成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氧占48.6%，硅占26.3%，铝占7.73%，铁占4.75%，钙占3.45%，钠占2.74%，钾占2.47%，
镁占2%。这些元素主要存在于地壳、地幔和地核中，形成了地球的复杂结构。再回来看一下这张超新星爆炸图，地球上的许多元素，特别是重元素，是由前世代恒星的超新星爆发产生的。当大质量恒星在其生命的末期发生超新星爆发时，会产生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从而形成比铁更重的元素，也就是说钙、钠、钾、镁和其他更重的，比方说黄金。这些元素随后散布到星际介质中，最终成为新一代恒星和行星的组成部分。虽然很难精确地确定地球上这些重元素经历了多少代超新星爆发，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过程是多代恒星氧化的结果。下面我们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换一个轻松点的话题。地球上存在大量的黄金，请看这张图，这个金黄色的就是我们没有人不喜欢的黄金。地球上存在大量的黄金，科学家估计地球内部可能储存着大约4亿亿吨黄金。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如果将地球内部的黄金平铺在陆地表面，它的厚度大约是139米，也就是说，海洋的面积不算，我们的陆地把这个黄金平铺在陆地的表面，那么厚度是139米。但是呢，因为黄金密度非常高，黄金的分子很重，大部分的黄金已经沉降到地球的深处，特别是地核当中。由于这些黄金位于地壳以下的深处，目前的技术无法开采到这些资源。地壳中的黄金相对较少，而且呢分布不均匀，因此开采难度较大。这也是为什么黄金在市场上仍然被认为是稀有和珍贵的。前面我们说到，地球上的重元素主要是由前几代恒星的超新星爆发产生的。具体的说，科学家们认为地球上的重元素包括黄金，经历了多次恒星的生命周期和超新星爆发。每一代恒星在其生命末期发生超新星爆发时，会产生并散布重元素，这些元素最终成为新一代恒星和行星的组成部分。人类到目前为止累计开采了多少黄金呢？截至目前为止，人类累计开采了大约20.9
万吨黄金，其中黄金饰品占比大约是一半，金条、金币这样的投资实物占比约为1/4，其余的部分用于各种工业用途，或者是由金融机构持有。下面我们来聊一聊开采小行星的矿场。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既然地球上存在大量的黄金，但是大部分黄金由于其高密度已经沉降到地球的深处，特别是地核中，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同样黄金含量丰富的小行星应该普遍存在。这样的推测是不是合理呢？答案是，这样的推测是合理的。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一些富含金属的小行星，例如著名的神灵星。神灵星它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神灵星被认为含有大量的铁、镍和黄金等重金属。这些小行星可能是在早期行星形成过程中未能完全形成行星的残余核心。也就是说，太阳系形成的早期形成地球、火星的时候残留的部分，现在留在了火星和木星中间的小行星带。由于这些小行星的形成过程与地球类似，它们可能含有丰富的重金属，因此探测和研究这些小行星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太阳系的形成和演化，还可能为未来的资源开采提供新的途径。苏联曾经打了一口深井，也就是科拉超深钻孔，我给贴在这里。它是世界上最深的钻孔，深度是12000米以上。在如此深地方发现了一些矿物，包括黄金，但是开采难度实在太大了。相比之下，小行星采矿确实有其优势。小行星上的重金属资源相对集中，而且小行星的引力比较小，开采和运输这些资源可能比从地球深处开采更为经济和可行。此外，小行星采矿还可以避免对地球环境的破坏。当然，小行星采矿也面临技术和经济上的挑战，但是呢，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一领域有望在未来取得突破。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这就是一张小行星采矿的幻想图。我们把一颗小行星抓过来，把它粉碎，取出有用的成分，然后把它送回我们的地面。
下面我们来聊一聊地球生物史，请大家看这张图。地球上生物的诞生和演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以下是一些关键阶段。地球形成大约是445亿年前，地球从一团星云中诞生。原始海洋形成大约是44亿年前，地球表面冷却，形成了最早的岩石和原始海洋。最早的生命大约在38亿年前，最早的生命形成是在海洋中，可能是在海底火山口附近的热液喷口中。光合作用大约是35亿年前，某些微生物开始进行光合作用，释放氧气，逐渐改变了地球的大气成分。真核生物大约是21亿年前，真核生物出现，它们比原核生物更复杂，具有气泡核和其他气泡器。多气泡生物大约在6亿年前，多气泡生物的出现标志着生命复杂性的进一步提升。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大约5.4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大量新的生物类型，包括许多现代生物的祖先。植物登陆大约在4.4亿年前，植物率先登上陆地，随后动物也开始登陆。恐龙时代大约在2.5亿年前到6500万年前，恐龙成为地球上的主要生物，也就是地球上的生物霸主。哺乳类动物崛起，恐龙灭绝以后，哺乳动物迅速演化，并占据了重要的生态位。最后就是人类出现，大约20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出现，最终演化为现代的人类。这些阶段展示了生命从简单到复杂，从海洋到陆地的演化过程。人类史，请看这张图。人类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的演化与发展史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认知革命，公元前7万年，智人演化产生了想象力，使得他们能够大规模且灵活的合作。第二阶段，农业革命，大约是公元前1万年，农业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第三阶段是人类的融合统一，人类的政治组织逐渐融合统一，也就是帝国的发展和扩张，殖民地的占领，地球不再是被分割的碎片。第四阶段，科学革命，大约是公元1500年到现在。现代科学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世界观。智人的成功在于他们能够创造和相信虚构的事物和故事，比方说神、国家、企业和金钱。
什么是宇宙？宇宙爆炸模型，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问题。请看这张图，我们的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我们下面换一张图来看，这张图展示了宇宙大爆炸以及演化。宇宙爆炸模型也称为大爆炸理论，是描述宇宙起源和演化的主要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宇宙起源于大约137亿年前的一个极其致密的炙热的一个起点，也就是这里一个起点。以下是大爆炸的主要过程。起点阶段，宇宙从一个体积无限小、密度无限大、温度无限高的起点开始，之后是暴涨期。在大爆炸后的极短时间内，宇宙经历了极其快速的膨胀，称为暴涨。这一阶段使得宇宙的温度和密度迅速下降，就是这里，这是暴涨期。然后是基本粒子形成，随着宇宙继续膨胀和冷却，基本粒子，比如说电子、光子和中微子开始形成。下一阶段是原子核形成。大爆炸后大约3分钟，宇宙的温度下降到足以使质子和中子结合，形成氢和氦的原子核。原子形成大约38万年后，宇宙冷却到足以使电子和原子核结合，形成中性的原子。宇宙变得透明，光子可以自由传播，形成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我们看一下这个图，黑暗时期，这段时期是在原子形成之前，这时候的光线是传播不出来的。原子形成之后，下一个阶段就是星系和恒星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在引力作用下逐渐聚集，形成了星系、恒星和行星。一般认为，大爆炸后约4亿年，第一颗恒星诞生。之后演变出了星系和各种天体。到现在为止，宇宙在膨胀，继续的膨胀。一种理论认为，暗能量使宇宙加速的膨胀，一直到了今天。大爆炸理论得到了很多观测证据的支持，包括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星系的红移现象，以及宇宙中氢元素的丰度。可观测宇宙，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可观测宇宙，根据宇宙膨胀理论，遥远的星系确实在不断的远离我们，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换句话说，我们用望远镜看天上的天体，离我们越远的，相对它的
退行速度越快，那么可以想象，离我们足够远的天体，它的退行速度已经超过了光速。它发出的光，我们知道光是光子，可以呢让胶片感光。光子进入我们的眼睛的视网膜，可以被我们观察到。这个光子它的传播速度是光速，也就是说，如果星系天体足够远，它的退行速度超过了光速，那么这个天体发出的光，它的光子远远不会到达地球，不会被我们观察到。这就是可观测宇宙的概念。我们来具体的看一张图。人类迄今观测到的离地球最远的星系，这是我们的地球。距离地球133亿光年，红移值是 10.7。这里有一个星系叫做 MACS 0647接地星系，它诞生于宇宙大爆炸之后的 4.2 亿年。它发出了一束光，它的光子向我们地球飞行。因为宇宙的膨胀，空间的距离没有因为宇宙膨胀而被拉长，所以这束光飞向地球，经过133亿年，这束光通过的距离是133亿光年。那么这个光子正好到达了地球，被我们观察到。那么现在这个天体，它也就是说这个星系，它现在在哪里呢？因为宇宙在膨胀，在这段时间里边，这个星系膨胀到了这里，距离我们地球现在它的距离是322亿光年，就是说在133亿光年的时间里，它随着宇宙的膨胀在退行，离我们越来越远。现在它的位置在距离我们322亿光年的地方。现在这个星系的实际距离离我们是322亿光年，所以宇宙的膨胀是星系的远离我们，也就是退行。那么我们深入的思考一下，我们是怎样看到322亿光年远的星系的？实际上322亿光年远的星系，它现在发出的光我们现在是看不见的。这个星系在133亿年前，也就是大爆炸后 4.2 亿年的时候诞生。这个时候它发出的光，它的光子向我们地球飞来。第二点，光飞行了
133亿年，于现在到达了地球，被我们观察到。这个光子是可以让我们的胶片打光的，也可以被我们的视网膜感受到，我们能看见。根据光的红移值 10.7， 我们知道光飞行了133亿年，飞行距离是133亿光年。注意，这个光年是指的距离，这个133亿年是指的飞行的时间。第4点，根据宇宙爆炸模型推测，星系现在的位置为距离地球322亿光年的地方。这个322亿光年大致上就是我们现在能够观测到的离地球最远的星系。这个概念就是可观测宇宙。所谓的可观测宇宙，就是指的这个事实，就是说比这再远的东西，因为它的退行速度已经超过了光速，我们是看不见的。再重一遍，根据宇宙膨胀理论，遥远的星系确实在不断远离我们，而且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这种膨胀持续下去，最终我们可能会看不到银河系以外的星系。银河系内的天体并不受这种膨胀的显著影响。银河系内的恒星和行星主要受引力的约束，这种引力足够强大，能够抵抗宇宙膨胀的影响，因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银河系内的天体。刚才的这个说法是有天文观测证据支持的。银河系内的天体确实显示出与银河系外天体不同的红移特征。具体来说，银河系内的恒星和其他天体主要受到引力的约束，因此它们的运动速度相对较小，红移量也比较小。这些红移主要是由于恒星自身的运动和引力效应，而不是宇宙膨胀。银河系外的红移，根据哈勃定律，远离银河系的星系显示出显著的红移，这表明它们正在以很高的速度远离我们。这种红移是宇宙膨胀的结果，红移量与星系的距离成正比，因此银河系内的天体红移与银河系外的天体红移确实不同。这也支持了我们前面的观点，就是说银河系内的天体主要受到引力的约束，不受宇宙膨胀的显著影响。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回顾一下。这张图它是呢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在这个超星系团里边，这里是我们的银河系，这个红点是银河系。刚才我们说了什么呢？我们说的是因为这个宇宙膨胀，所有的星系
都在远离我们，除了我们的银河系。也就是说，将来有一天，除了银河系之外，所有的天体，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上的银河系之外的所有天体，已经都退行速度超过了光速，我们没有办法观察到它。它发出的光子，它发出的光线，永远不会到达我们的地球，我们永远看不见它。那时候，我们的世界宇宙就只有银河系。这个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为止。关于宇宙爆炸模型、可观测宇宙和遥远的星系在远离我们，我觉得还有一点需要补充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这个星系它诞生于宇宙大爆炸之后的 4.2 亿年，也就是说133亿年前，它在这个位置距离地球133亿光年。它发出的光向我们地球飞来，经过了133亿年，它的光子到达了我们的地球，被我们观察到。光子经过的距离是133亿光年。在这个时间，宇宙仍然在膨胀。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宇宙的膨胀是指的宇宙中的星体，包括这个星系。大家看，这个星系在这段时间到了这里了，这个星系在退行离开我们。当然不只是这个星系，前面我们说到除了银河系之外的其他的星系都在退行远离我们。这里边空间这一部分的空间并没有因为宇宙的膨胀它被拉长。假如它被拉长了，那么这个星系它发出的光子到我们地球经过的距离就不再是133亿光年，它到我们地球就需要更多的时间。这跟我们的观测结果是不相符的，就是这个观测结果跟这个观测结果是不相符的。所以我想说的什么呢？宇宙膨胀不是说这个空间的膨胀，而是宇宙中的星系，这个星系和其他的星系在退行远离我们，这是宇宙膨胀的含义。很多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有误解，很多的教科书对这个问题的阐述也是错误的。在这里我们强调一下这点。宇宙的外面是什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张图。关于宇宙的外面是什么，目前的科学界还没有统一的答案。
或者说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以下是一些主要的观点和理论。首先就是可观测宇宙的边界，就是我们这张图显示的。我们所能观测到的宇宙是有限的，称为可观测宇宙。它的边界是由光速和宇宙的年龄决定的。在可观测宇宙之外，可能还有更多的宇宙部分，但是由于光还没有到达我们这里，我们无法观测到它们。第二个理论叫做无限宇宙。我们换一张图来看，这张图，一些科学家认为宇宙是无限的。这里我们画出的是一部分，宇宙没有边界。在这种情况下，宇宙之外并不存在外面，因为宇宙本身是无穷无尽的。第三个理论是多重宇宙理论。根据某些理论，宇宙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宇宙。这里边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说的宇宙不是指的可视宇宙，不是指世界宇宙，就是说我们能观测到的宇宙，而是指包括外边的更广泛的宇宙。也就是说，多重宇宙理论是怎么样子呢？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这里有一个宇宙，那么在我们的宇宙之外，这是我们的宇宙。在我们的宇宙之外，那么还有宇宙，还有宇宙。而且呢，这些宇宙可能，比方说这个宇宙和这个宇宙，它可能会合并。有的宇宙呢，有的时候宇宙可能会分割，形成了这样一个宇宙和另一个，这样两个宇宙分割成两个宇宙。就是说，一个宇宙可能分出一个子宇宙，子宇宙。这是多重宇宙理论。多重宇宙理论另一种观点，平行宇宙。关于这个平行宇宙，以后我们还会说到。我们讨论时空旅行的时候还会提到这一点。就是说，一个宇宙分离出一个平行的宇宙，再分离出一个平行的宇宙，一个宇宙分离出若干个平行的宇宙来，这叫平行宇宙理论。注意的是，这些宇宙可能有不同的物理法则和常数。就是说，这个宇宙 A 是我们的宇宙，那么先不考虑它们两个合并，那么这个宇宙 B， 宇宙 B 里边它的物理法则和常数可能和我们的宇宙 A 不同的。再重复一遍，这里所说的宇宙不是世界宇宙，不是说我们能看见的
那个一部分宇宙，而是指的真正的更大范围的那个宇宙。我们真正能看见的世界宇宙，可能是这里边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这是多重宇宙理论。下一个宇宙理论就是高维空间。高维空间理论，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宇宙之外是高维空间，我们的宇宙只是一个更高维空间中的一部分。下边我们就无限宇宙和高维空间再略微深入的探讨。无限宇宙，科学家们提出无限宇宙的理论，原因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第一个是观测数据，宇宙的膨胀速度和大尺度结构的观测数据都支持了宇宙可能是无限的这样的假设。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它的巨性和各项同性也暗示了宇宙在大尺度上是无边界的，或者至少说宇宙的大小和我们能够观测到的世界宇宙的大小相比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二点就是数学模型，关于相对论和宇宙学方程允许宇宙是无限的这样的解。根据这些方程，宇宙可以是平坦的或者是负曲率的，这两种情况下宇宙都是无限的。第三点，哲学和逻辑，有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认为，假设宇宙是无限的，可以避免边界条件的问题。如果宇宙有边界，那么边界之外是什么？无限宇宙理论避免了这个难题。第四个是多重宇宙理论，在某些多重宇宙理论中，我们的宇宙只是一个无限多宇宙中的一个，这些宇宙可能彼此独立存在，每个宇宙都是无限的。上边这些理论和假设帮助科学家们理解宇宙的本质和结构。尽管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宇宙是无限的，科学家们继续通过观测和实验来验证这些理论。高维空间，高维空间可能有不同的物理法则和常数。一个可能的例子，相对论不成立，飞船可以超光速旅行。这样理解对不对呢？这样的理解是有道理的。在高维空间理论中，确实可能存在不同的物理法则和常数。以下是一些可能的例子。相对论不成立，在高维空间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能不适用，这意味着光速不再是速度的上限，飞船可能够超光速旅行。不同的引力法则，引力可能在高维空间中表现出不同的特性，例如
引力可能在高维空间中更弱或更强，甚至可能有不同的作用范围。不同的基本粒子和力，高维空间中可能存在我们在三维空间中无法观测到的基本粒子和力，这些粒子和力可能会影响高维空间中的物理现象。时间和空间的不同性质，在高维空间中，时间和空间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例如，时间可能不是线性的，空间可能具有更多的维度。这些理论虽然听起来很科幻，但它们是科学家们探索宇宙本质的一部分。高维空间理论在某些物理学模型中，比如弦理论和膜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里我们再稍微用图解释一下高维空间。我们知道，一条直线向远方延伸，那么这是一维空间。那么直角我们再画一条直线，这呢是个二维的空间。实际上，我们的世界呢是一个三维的空间加上时间。我们在这张图上能够看到，这个一维的空间，它是二维的空间的一个子集。那么我们的宇宙，我们现在认知的宇宙，那么它是三维的空间加上一维的时间。实际上，有一种可能，它只是一个更高维度的宇宙的一个子集。这部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高维空间。高维空间的子集是我们的宇宙，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说。那么在这个高维空间中，它的规律和我们的宇宙它可能是不同的。例如说，我们的宇宙中有相对论，相对论限制了最大的速度是光速。那么在这个高维空间中，相对论是不成立的，引力法则也可能不同，基本粒子和力也可能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性质也可能不同。那么如果我们搞懂了、搞清楚了我们现在的科学和技术建立在这个高维空间的基础之上，我们就可以自由的在时间和空间中旅游。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说，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这还是我们的将来的探索的方向，我们的一个课题。另外，刚才我们提到了
高维空间理论中的弦理论和膜理论。关于这两个理论，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通过实验来证明，更多的它是数学上的和理论上的东西。下面我们来聊一聊时间和空间。物理学中关于时间和空间理论有什么呢？物理学中关于时间和空间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的理论。第一个是经典力学。我把它稍微贴一下。经典力学也就是牛顿的经典力学。在经典力学中，时间和空间被视为绝对的和独立的。时间是一个普遍的参数，用来描述事物发生的顺序和持续的时间，而空间是一个三维坐标系，用来描述物体的位置和运动。牛顿的经典力学，这个是我们平时都能感觉到的、感知到的，非常直观的认识到的理论。第二个理论是量子力学。在量子力学中，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更加复杂。量子力学引入了不确定性原理，表明在微观尺度上，时间和空间的测量存在不确定性。关于量子力学，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详细讨论。这里只想说的是，量子力学是经过了多年的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检验，是已经进入了应用的。比方说芯片制造过程中的隧穿效应，比方说量子通信，已经进入了应用领域的东西。第三个理论，相对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狭义相对论提出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光速在任何惯性参照系中都是恒定的。广义相对论进一步提出，引力不是一种力，而是时空的弯曲。在相对论中，时间和空间被结合成一个四维的时空结构。明可夫斯基提出了四维时空的概念，即时间和空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称为时空的四维结构，可以认为是相对论的一个发展或者是变种。第四个理论是量子引力理论。这是一个正在研究中的领域，试图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结合起来，其中有超弦理论、
前两者引力。前者认为时空是高维的，后者认为时空是离散的。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我们对宇宙中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是以什么为前提提出的呢？狭义相对论是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1905年提出的，它基于两个基本的前提。我贴在这里。第一个，狭义相对性原理，所有物理定律在所有惯性系中都是相同的。这里顺便说一下，所谓的惯性系就是说做余数直线运动的坐标系。比方说我在地面上，那么铁轨上有一辆火车，它不是在加速或者减速，而是在做余数直线运动。那么坐在车里的乘客，他所在的坐标系，这个火车，这就是个惯性系。这里有一个需要探讨的东西，狭义相对性原理，所有物理定律在所有惯性系中都是相同的。这个原理看起来好像很奇怪。如果限定在力学范围内，也就是说力、加速度、速度这些，那么这呢显然是对的。以前面的例子，我站在地面上和我坐在火车里感觉没什么不同。当然，坐在火车里的人不通过车窗看外面的话，他感觉不到椅子背对他的推力。所以这里的物理定律它是相同的。从这点看，可以认为是公理或者是定理。但是呢，在这个范围之外，那么未必是对的。因此，如果认为这里说的所有物理定律不限于上述的范围，也就是说不限于力啊、加速度、速度这些范围，那么应该说这个是一个假设。例如考虑电磁场和光的情况，那么是不是这样的呢？实际上我们的理解是正确的。狭义相对性原理确实适用于所有的物理定律，就是说狭义相对性原理所有物理定律在所有关系系中都是相同的。这里的所有物理定律这个用词，它不仅仅是力学定律，不限于力学定律，也就是说它不仅适用于力、加速度和速度等等力学量，还适用于电磁学等其他领域。那么在我们没有证明所有的东西都符合这个定律之前，都符合这个说法之前，那么我们应该认为狭义相对性原理它是一个假设，或者你叫做公理。相对论里有的人把它叫做公理，实际上不管你叫什么，实际上
它是一个假设。在狭义相对论中，爱因斯坦提出的狭义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共同构成了它的理论基础。狭义相对性原理的确它是一个假设，它假定所有物理定律，注意这里说的是所有物理定律，在所有关系系中具有相同的形式。这不仅包括经典力学，还包括电磁学等等其他的物理学领域，我们没有办法穷举的其他的物理学领域。例如迈克尔斯方程组在狭义相对论框架下它是斜变的，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惯性系中它具有相同的形式。这呢正是狭义相对性原理的一个重要的应用。第二条，我贴在这里的第二条叫做光速不变原理。注意这个光速不变原理，很多的书上对它的说法是混乱的。狭义相对论中，光速不变原理指的是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是恒定的，它与光源和观察者的运动状态无关。这里的光速不变原理的与光源和观察者的运动状态有关，这句话呢不太好理解，我们还是简单的画个图来稍微解释一下。这里有一个光源，它发出了一束光，也就是说它发射了一些光子，这些光子向这个方向从左向右传播。那么这是大地，这是地表，大地。我画的难看，大家将就一下啊。这是我看见的这一束光向我来，也就是说这一束光的光子到达了我的眼睛的视网膜，被我看见。我测量到的这束光的光速是多少呢？它是一个常数，叫做 c， 就是大约是每小时30万公里。那么这里有一条铁道，有一条铁路，这是一条铁路，铁路上有一个列车，列车车厢里边，你在这里，在这个列车车厢里边站着，这个列车车厢从右向左有一个速度，这个列车从右向左以猛烈的速度在运行。那么同样的这束光，它的光子被你感知到，也就是说
你的视网膜感知到了这束光，或者说你拿一束胶卷，这个胶卷被感光，你通过这类的方法测量到的光束，那么这个光束多少呢？也是一个常数西，每秒大约是30万公里。你测得到的这个光束跟我测得到的这个光束是相同的。这里我们刚才简单的说，你通过一个胶卷或者是视网膜，实际上，比方说在地面，我可以，呃，这儿放一个胶卷，这儿放一个，再放一个胶卷 A 和 B，通过测量光让 A 感光和让 B 感光中间的时间差，那么我就可以测量到光束。在我的坐标系里边，就是地表的坐标系里边的光束。同样，你在这个电车里边，也可以用两个胶卷，嗯，通过这两个胶片的感光，通过这个距离和感光相差的时间测量的光束。那么这个光束的时间是西，啊、是大约每秒钟30万公里。这一条这一条与光源和观察者的运动状态无关，指的就是这件事。就是说，你是在电车上，你是在运动的，我是在地面上，我是静止的。那么我们俩看到的这束光的速度都是相同的。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嗯，这是在真空里边，假定它是在真空中。实际上，如果在空气中，它是不同的。在空气中，因为空气介质的影响，光的速度是不同的。嗯，这是相对论很难理解的一点，很难解释清楚一点。我刚才这样的解释，不知道，你是不是明白了？极限的说，这辆火车如果以光速西，也就是说每秒30万公里，从右向左运行，那么你在车上看到的光源发出来的这束光，这个光速你测量到的光速仍然是常数西，也就是每秒接近30万公里。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个观察者，实际上这一条里边还提到了光源，就是说这个光源相对于地面是静止的，或者它相对于地面，它本身也在小车上，这个小车也在运行，或者说一个人在跑，这个光源也在运行，那么跟这个光速，跟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光速是没有关系的。光源的运动对这些是没有影响的。当然了，我们刚才的讨论只限于思想的实验，实际上要求这个环境是真空，然后呢，这个距离，它的距离和通过这个距离的时间，那么条件，这种条件呢是很苛刻的，这个实验条件是很苛刻的。爱因斯坦没有条件做这个实验，现在我们也没有条件能做这个实验。所以呢，
这一条它不是一个实验的结果，它是一个假设。爱因斯坦呢就这样假设了，有这么两条假设，那么在这两条假设之上，就发展出了，用数学的理论，就得出了相对性原理，也就是说狭义相对论。我们从前面的讨论知道，狭义相对论是基于两个假设，一个是狭义相对性原理，就是所有物理定律在所有惯性系中都是相同的。第二条叫做光速不变原理，就是说，嗯，光在真空中传播速度是恒定的，与光源和观察者的运动状态无关。不管如果有一束光，那么不管谁来看，不管你在哪个参照系里来看这束光，你看到的这束光，它的光速都是相同的。我们再继续来探讨一下狭义相对论。在小车上观测到的光速也是常数 c， 大约每秒30万公里。那么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释呢？在相对论里边，它的解释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小车是运动的，那么这个小车它的时间 t， 它的时间的流逝会变慢，它的时间的流逝会变慢。你在小车里边，你拿一把尺子，一把量距离的尺，那么因为这小车运动，这把尺子它会变短。我们知道这个，速度是距离除以时间，这个距离用这个尺子来量，的。那么尺子它可以变小，时间流时间的流动的变慢，那么它们两个的组合就可以计算出光速仍然让这个光速仍然保持和地面上测得的光速相同，仍然是一个光速 c。这个变换数学上叫做洛伦兹变换。关于这个洛伦兹变换的公式我们就不写了，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相对论的书籍。这个洛伦兹变换到处都有的。通过这个洛伦兹变换，也就是说时间它是会流动的更加慢，尺子会缩短，那么它保证了这个光速是和地面测得的光速是相同的，它是不会变化的。实际上相对论里边，这个狭义相对论里边还有一个结论，就是运动的物体它的质量是随着速度的增大，它的质量会增加的。这个我们在这里只是提一句，我们不再详细的解释它，不再详细的讨论它。我们再继续讨论一下狭义相对论。刚才我们讲了光速不变原理，
它到底是什么呢？是公理还是假说呢？我们如果看关于狭义相对论的文章，那么说法是非常混乱。有的说它是把它叫做原理，有的把它叫做公理，也有的把它说叫假说。我们这里回答一下，光速不变原理作为相对论的狭义相对论的两个前提条件，严格的说，它是一个基本假设。既然是一个基本假设，但是其实我也很奇怪，在很多相对论的书籍里边都愿意把它写成公理。我们知道，一般的说，在物理上或者是数学上，如果说是公理，那么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无需证明的、不言自明的，它就天然成立的东西。那么这个光速不变原理，它是一个基本假设。不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很多的地方用词就喜欢用公理来表述它。但是不管它用什么词表示，我们见到了光速不变原理，我们脑袋里首先应该想到，它就是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说，爱因斯坦的时代没有条件去做这个实验，证明光速与光源，特别是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无关，没有一个实验证明了它。我们现在也无法做这个实验。比如说，我们找一台仪器测量一下从一颗星星发出来的光到我们的眼睛里边，到我们的望远镜里，在真空中，就是说进入大气层之前，在真空中它的速度是不是光速的定数 c， 每秒钟大约30万公里。我们现在的实验条件还做不了，测不了，所以没有办法直接的证明这个说法，这个光速不变原理。我们既不能证实它，也不能证伪它。我们现在的实验条件，在我们现在的实验条件下，既不能证明它，也不能证伪它。那么，它就是一个假设。这两个前提，狭义相对论的这两个前提共同构成了狭义相对论的基础。狭义相对论的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都是基于这两个前提。刚才我们简单提到了，这个论之变换，你要具体计算这个时间和空间，那么需要洛伦兹变换。另外，我们这里随便提一下，为什么叫做相对论？狭义相对论里边说这个，以刚才这个图的例子来说，我在地面上，我的时间只是我的时间；你在小车里，你感觉到的时间是你的时间。这些时间，你的尺子的长度，我在地面上尺的长度，这些都是不相同的，不能互相比较的，所以叫做相对论。这些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标准来比较这些东西。这是相对论的至少从字面上这样的一个含义。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对于狭义相对论有过哪些主要的悖论，也叫阳谬，被提出过。
狭义相对论提出以后，确实引发了一些著名的悖论，也叫佯谬。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双生子佯谬。我们看一张图，这张图，展示的是双生子佯谬，这是最著名的悖论之一。这里说的是什么呢？假设有一对双胞胎，这个穿蓝衣服的和穿红衣服的这两个人是一对双胞胎，其中的一个留在地球上，另一个乘坐接近光速的飞船进行太空旅行。当旅行的双胞胎返回地球时，根据狭义相对论，我们刚才说过，狭义相对论里边，在运动的车厢里边，那么时间的流速会变慢。那么根据狭义相对论，旅行的这个人会比留在地球上的双胞胎年轻。也就是说，这个穿红衣服的他坐飞船去旅行了一圈，那么回来以后，他会比穿蓝衣服的留在地球上的他的双胞胎姐妹更年轻。这是因为高速运动导致时间膨胀，时间的流速变慢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在飞船看来，在穿红衣服的坐在飞船里边的人看来，地表相对于它在高速运动，那么是不是说穿蓝衣服的他的双胞胎姐妹，在他旅行结束以后，应该比他年轻呢？那么到底谁更年轻呢？这就是著名的双生子佯谬。除此之外，还有车库佯谬。这个悖论涉及一个高速运动的杆儿和一个静止的车库。详细的我们就不说了，有兴趣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还有中脉佯谬。这个悖论涉及两个钟，一个静止在地球上，另一个随飞船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运动。那么根据狭义相对论，运动的钟会比静止的钟走得慢。然而从飞船的参考系来看，地球上的钟才是运动的，应该走得更慢。这也导致了矛盾。这些悖论通过深入分析和理解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特别是惯性系和洛伦兹变换，能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呢？你对哪个悖论有兴趣呢？下边我们稍微详细的考察一下这些东西。首先，我们详细的考察一下双生子佯谬。双生子佯谬是狭义相对论中的当初提出来的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实际去做这个实验，在我们现在的实验条件下，现在的实验精度下，我们还做不了这个实验。它是一个思想实验。这个实验用来展示时间的膨胀效应。下边是详细的解释。
思想实验的设定，假设有一对双胞胎兄弟，甲和乙，就是这里穿蓝衣服的和穿红衣服的。甲留在地球上，穿蓝衣服的这位留在地球上，乙乘坐一艘接近光速的飞船进行太空旅行。乙在太空中飞行一段时间后返回地球。根据时间膨胀效应，根据狭义相对论，那么当物体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运动时，时间流动的变慢，这意味着乙在飞船上经历的时间会比甲在地球上经历的时间短。具体的过程：出发和飞行，乙乘坐飞船以接近光速离开地球，假设飞船的速度为 v， 接近光速 c。返回地球，乙在太空中飞行一段时间后掉头返回地球。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就是说，当乙，也就是说穿红衣服的乙返回地球的时候，甲会发现乙比甲年轻，穿红衣服的比穿蓝衣服的人年轻。这是因为在飞船上经历的时间比在地球上经历的时间短，因为飞船上的时间流得慢。这个悖论怎么解释呢？老实说，我解释不了。如果你看关于相对论的讨论，那么很多人会这样说，这个悖论的关键在于乙在飞行过程中，就是说这个飞船经历了不同的惯信息转换，乙在飞行过程中加速、减速和掉头，这些过程导致了时间膨胀效应的显著表现。老实说，对这个解释，我是理解不了，没有能力理解这个解释。这个解释等于是在说，在狭义相对论的理论内无法解释，你必须拿出广义相对论、非惯性系，拿出这些东西来，强制的解释它，而且不是定量的解释。你只能说乙在飞行过程中加速、减速和掉头，以这个来解释。我个人认为这个解释完全没有说服力。我们进一步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试想这样的一个场景，双生子分别从我的左边和右边乘着飞船向我飞来，经过我头顶上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减速，各自拍一张照片，写上自己的名字，从天上扔下来。飞行结束以后，二人各自到我这里检验照片，那么他会看到谁的照片更年老一些呢？这个场景是一个前边的双生子悖论的一个变体。那有的人说，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场景设定。我们再来整理一下，假设双胞胎甲和乙分别从我的左边和右边乘着飞机向我飞来，
速度接近光速。当它经过我头顶的时候，各自拍一张照片并扔下来，然后它们继续飞行，最后各自返回到我这里来检验照片。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惯性系。在这个场景中，甲和乙在经过我头顶的时候都处于惯性系中，因为它们这一瞬间没有加速和减速。第二，时间膨胀。根据狭义相对论，甲和乙在高速飞行过程中，时间会相对于我，也就是静止的观察者，会变慢。这意味着在他们的参考系中，时间流逝得更慢。照片对比，当甲和乙返回到我这里的时候，他们会发现照片上的自己比实际年龄更年轻。注意，这个结论不是我的解释，是有人给出的解释，说他们会发现照片上的自己比实际年龄更年轻。这是因为在他们高速飞行的过程中，时间膨胀效应使得他们的时间流逝的更慢。呃，这个讨论对方给出的结论，在这个场景中，甲和乙的照片上显示的年龄会比他们实际的年龄更年轻，但是两者的照片显示的年龄应该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的飞行速度和时间膨胀效应是对称的。关键点，对称性。甲和乙的飞行速度和路径是对称的，所以他们经历的时间膨胀效应也是对称的。惯性系，在他们经过我头顶的瞬间，他们都处于惯性系中，没有加速和减速，因此可以直接应用狭义相对论的时间膨胀公式。老实说，在这个讨论中，关于这个人给我的回答中，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我这里想问的是，甲和乙分别从我的左边和右边从我头顶飞过，这里边不存在非惯性系，也就是说不存在加速和减速。那么这个变形的双生子悖论中，甲认为乙应该比他年轻，乙呢认为甲应该比他自己年轻。那么他们俩到底谁更年轻呢？刚才的讨论，呃，这个对方没给我答案，他只给我了对称性。他用对称性说他们应该是看起来是一样的。啊、关于双生子悖论，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超光速飞行，下边我们来聊一聊超光速飞行。狭义相对论说，有质量的物体不能达到或者是超过光速，这是为什么呢？按照狭义相对论的理论，有质量的物体不能超过光速飞行，也不能达到光速，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个是质量增加效应，就是刚才我们稍微提了一下。根据狭义相对论，当物体的速度接近光速时，它的质量会增加。具体的说，物体的质量随速度的增加而增加。公式我们就不写了。
在这个公式中，当速度接近光速的时候，分母趋近于零，导致质量趋近于无穷大。因为质量趋近于无穷大，要推动这个物体继续加速，那么需要的力也无穷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物体加速到光速，这是质量增加效应的影响。第二个说法是能量需求无限大。由于质量随速度增加而增加，根据质能方程，也就是说 E 能量等于质量 m 乘以光速 c 的平方。当物体的速度接近光速时，所需要的能量也会趋于无穷大，因为这里的质量趋于无穷大，所以需要的能量也会趋于无穷大。这意味着需要无限的能量来加速有质量的物体达到光速，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三个说法是洛伦兹变换。狭义相对论中的洛伦兹变换公式表明，速度的叠加并不像经典力学中的那样简单。当两个物体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相对运动时，它们的相对速度仍然不会超过光速。下一个解释是光速不变原理。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假设之一是光速在任何惯性系中都是恒定的，不受观察者和光源运动状态的影响。这意味着光速是宇宙中的最高速度限制，所以有质量的物体它的速度不可能达到光速，因为狭义相对论的限制。有质量的物体不可能达到光速，更不能超过光速。也可以说，信息传递的速度不能超过光速。从上面的讨论来看，在狭义相对论的体系下，有质量的物体无法超越光速，这是由于它的质量和能量需求在接近光速时会变得无限大。同时，洛伦兹变换和光速不变原理也限制了速度的上限。相对论和认知论，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这是时间旅行的一张幻想图，或者说是时空旅行的一张幻想图。我们到底能不能实现时间的旅行，或者说是时空的旅行？那么我们先考察一下相对论。在科研工作中，关于认知论，我们有这么几种理论。第一个，或者是叫做方法吧。第一个叫做证实。我把它写在这里边。证实就是说，如果有人提出一个理论，那么我们通过实验来证实它，证明它确实是正确的，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不只是相对论了，在这个科研的实践中，有一些理论，证实是不够的。怎么讲呢？比方说狭义相对论，我们现在的科研条件
做不了这个实验，或者科研上有的一些理论，你要通过实验来证实，你就要穷举很多的情况，针对每种情况做一个实验，这个状况它是无限的，或者是非常非常多，可能是无限的。你没有办法通过穷举这所有的情况来证实，这是证实这种认知论或者说方法论的限制。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论先用起来，看看以后会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来证明它是成立的还是不成立的，或者是应有缺陷，应该继续发展。第二个理论，或者说第二个方法论，叫做证伪。如果一个理论我们能够证伪，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就可以推翻它了。狭义相对论它从两个假设出发，这两个假设，那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的科研条件下，尤其是这个光速不变理论，在我们现在的科研条件下，我们还没有办法直接测量光子从一个星系飞行到我们的地表的时间，所以证伪我们现在做不到。呃，实际上，我个人的看法，有一些东西是能够构成对光速不变的证伪的。除了证伪之外，另一个就是悖论。一般而言，如果一个理论出现了悖论，那么可以认为这个理论它是不成立的，它是有问题的。但是呢，狭义相对论刚才我们看了有一些悖论，比如说双生子悖论等等等等，时钟悖论有一些悖论，但是呢，狭义相对论还是被比较广泛的接受。这些悖论至少在现在还不被认为，或者说不被一些人认为它是对相对论的否定。另一个，我们顺便也说一下，关于相对论的讨论中，最多的说法是，相对论的某些推论，有一些推论，比方说黑洞被证实了，我们观察到了黑洞，黑洞被证实了，还有后边我们要提引力波，引力波被证实了，被我们发现了，那么这证明了相对论是错误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个人的看法有这种可能，但是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就是说一个现象可以用不同的理论解释，比方说引力波，比方说黑洞，除了相对论之外，也许还有其他的理论可以解释它。相对论并不一定是唯一的解释。第三个
关于认知论的方法是叫做范式，也就是说，看一个理论，那么我们看它是不是主流的流派，就是说是不是主流的科学家都认可它、承认它，或者是愿意引用它。啊、这个话题关于相对论，这个我个人的认知有限，个人的对这个问题实在不大好评论。怎么说呢？举一些旁证。爱因斯坦获得过诺贝尔奖，但是这个诺贝尔奖是因为光电效应获得的，而不是因为相对论获得的。相对论客观的说得到了相当大的认可，得到了相当多的学者的认可，但是不是得到了所有的学者的认可，或者说，呃，认可的人和不认可的人、怀疑的人比例到底是多少？是1:1还是多少？这个我没有统计，没有这个数据。但是我也听到过一句话，有一个物理学界的大佬，他说过一句话，叫做“看破不说破”。这是题外话。我们回到这个范式本身来，是不是主流的流派？这是关于范式的方法论。如果很多人认可这个东西，主流认可这个理论，我们通过前面的证实和证伪都没有办法确定它是不是对的。那么我们很多的人觉得这个理论有意义，那么我们在这个理论为基础，在这个理论体系下，以它为理论基础，我们来解谜，对世界上的、对宇宙中的各种现象进行解谜操作，然后呢，看这里边有没有矛盾。那么可能这种解谜，大家的这种解谜，最后可能出现这么几种结果。第一个，这个理论，很符合，我们的这个预测和后来的实验。第二个就是这里有矛盾。那么有矛盾的情况呢，有两种。第一个，对这个理论进行修正。第二个，那么我们可以放弃这个理论，从头构建一个新的理论。在我们的范式的认知论中，理论就是这样发展下去的。旧的理论经过解谜、经过修正，或者是放弃，那么新的理论，因此而诞生。刚才关于相对论和认知论，我们提到了引力波探测。我这里有一幅图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引力波探测的示意图。引力波探测是广义相对论的一个预言。引力波探测它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
举个例子，有两个黑洞，大质量的黑洞，这个两个黑洞发生了碰撞，发生了合并，两个黑洞合并到了一起。这个时候，它会向周围辐射引力波。在广义相对论里边，广义相对论的用语一般的叫做时空的涟漪。这个时空的涟漪会在宇宙中传播，我们可以探测到。如果抛开广义相对论，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现象，那么发生了什么呢？两个质量巨大的黑洞发生了合并，那么我们在地球上会观测到引力的变化，因为这个原来是两个黑洞，我们在地球上探测到的引力是这两个黑洞的引力的合并，引力的合力。那么它们两个合并了之后呢，这个引力就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两个黑洞合并以后，有一些物质辐射出去了，丢失了，有一些质量丢失了，能量减少了，质量减少了。这时候我们在地球上探测到的引力应该是比原来减小的。这是关于引力波探测的一个说明。那么毕竟引力波探测的实验已经报告检测到了引力波，而且引力波探测的实验获得了诺贝尔奖。关于引力波探测，我这里就引力波探测的原理稍微的做一点解释。我们这里有一个镜片，那么这里呢有一个镜片，在这里再有一个镜片，然后呢我们有一束光从这里发出到这里来，然后呢这束光有一部分向下，这束光向下，然后呢它再反射回来，这束光再反射回来。这个时候这束光和这束光就会发生一个干涉。如果这两束光有一个相位差，那么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干涉的条纹，这些干涉的条纹。这个实际上迈克尔莫利实验就是这样的一个装置。在引力波探测中，因为这个引力波非常微弱，实际上我们这里这个图是一个简化的图，实际上光是在这中间反复多次的反射，在这里也是反复多次的反射，最后检测这个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这个干涉条纹，我们来检测它的。初始的状况下，没有引力波的时候，这个臂的长度，也就是说这一块光的经过的长度和这个长度垂直的长度，它们两个是相同的，是相等的，它们两个是一样的，所以不会有干涉条纹的产生。假设这里有两个黑洞发生了合并，这里的引力来自这个方向的引力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变化会引起，按相对论的理论，这个变化会引起时空的涟漪。什么叫时空的涟漪呢？也就是说，空间会被拉长，这块的空间会被拉长，或者是缩短，这就是所谓的时空的涟漪。那么这个空间的拉长，也就是说这段我们这样说吧，这个空间的拉长指的是这一段，那么这段空间的拉长就导致了这个静止 A B C A 到 B 的距离大于 B 到 C 的距离，B 到 C 的距离，或者是小于。总之，它是这样的一个涟漪，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观察到，这个干涉。对不起，这个照相机设置有一点问题，这个我的这个大头不像，有的时候它自己就消失了。接着刚才的说，因为这个时空的涟漪，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这个光的干涉现象，两束光的干涉，通过这个干涉条纹，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引力波，这里的引力波的数值。实际上，如果我们利用两个这样的装置，那么我们就甚至可以定位这个引力波的具体的位置。根据实验报告，现在的引力波的实验呢，已经能够确定引力波发生的地方，就是这个引力波源在哪里。通过不同地方布置的多个实验装置，我们已经能够知道引力波源在哪里，能够通过理论上的计算跟实际的这个干涉的模拟来确定这里实际发生了什么，比如说两个多大的黑洞发生了合并，或者是其他的东西。论文我没有实际去读去，实际去核实去。根据实验的报告的报道，我刚才说我没有实际去看这个
引力波的这个论文，因为这个论文参与者非常之多，是按千人的级别，完成的这个实验。这个论文我没有去看去。根据报道，根据一般的说法，那么引力波的这个引力波的它的传播速度，引力波的传播速度和光的传播速度是真空中光的传播速度，它们两个是相同的。这是现在关于这个引力波的实验的报告。这里不得不说，这个引力波实验本身确实是非常伟大的，能够探测到，假如这个实验报告没有问题，这个论文没有问题，那么能够检测到宇宙中的黑洞的合并，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大质量的天体它们的这个异变，这个实验本身是非常牛的，非常伟大的，这是我的看法。至于关于这个实验的解释，我刚才说过，一个现象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当然，我刚才说了，这个实验呢有参加的人数按千来算，不是某一个国家单独完成的，也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单独完成的，而且我们中国也在建立比这个实验规模更大的实验装置，而且不是在地表，是在宇宙中，这些静止分散在宇宙中。我们期待这些中国的这个实验的结果，还有除了中国之外，实际还有其他的国家也在搞这个实验。刚才我说的话，我再强调一遍，这个实验本身确实是非常的伟大，非常牛的。但是呢，不得不说，在相对论里边也有一些似是非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刚才说了，这里产生了引力波，那么这个引力波是这个时空的涟漪，也就是说是这一段空间的拉长，或者是缩短，拉长或者是缩短。就是说这段的长度它是这样变化的。那么有一个问题是，这两个静止距离变化，还是这个光的形成变化？到底是谁在变呢？一般的说，如果不看这个实验的报道或者说实验报告，那么我可能认为这个静止这个实验装置它是比较硬的，那么这个它是不会变的。那么这个光是在空间中传播的，这个光它的传播，它在这段空间中光的传播，我们还记得说这个相对论的狭义相对论的尺的长短，就是说这个空间
空间的度量标准这个尺的长短它是变的。那么我个人觉得，如果没看这个报告，我个人觉得这个光线和这个空间的伸缩，它俩应该是和谐的，光线应该是跟着它变的。就是说，光线本来在这里边的光线的1米是这么长的话，原来在这里光线的1米也是这么长。那么因为这个空间的收缩，光线的通过的1米应该是变短了。这样感觉好像是更合理一些。但是，嗯，这个想法和现在的实验的报告是不相符的。另一个呢，关于相对论的，另一个呢，嗯，我看一下，我找一幅图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还是用这张图来说明。嗯，刚才我们说到，这是世界宇宙的边界，在这个世界宇宙的外面，这里这里的星体，这里的天体，它发出的光子没有办法到达我们地球，所以我们看不到它。我们是看不到这里的天体的。为什么这里的天体它的光子没有办法到达我们地球呢？因为这个天体在退行，它远离我们的速度超过了光速。那么在这个边界上，可以认为这一点的天体，它的退行速度刚好等于光速。在这个里边，那么这些天体，它们的光子可以到达我们地球，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奇怪？光速不变原理说，嗯，光速跟光源的运动状态无关。这个光源，这个天体尽管它向外退行的速度非常快，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光源发出的光的速度应该是一个常数。显然，这里是有矛盾的。那么，如果大家查资料的话，看一些科普的资料的话，那么一般的说，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它会怎么解释呢？说这个宇宙膨胀是空间的膨胀，是空间的膨胀。嗯，空间的膨胀，它是可以超光速的，超过光速的。那么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显然，如果是空间的膨胀，那么这个光这里边的，在这个空间里边通过的光跟这个空间应该是和谐的。这个量这个空间的尺的长度应该是跟着变的，它也是变的。那么我们光速不变，这个原理应该是成立的，我们应该能看到这里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我们看不到。另一个说空间膨胀，
但是我们实际看到的，不是这样，是正好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空间膨不膨胀，我们不知道。刚才说了，外边的光子确实没有办法进来，没有办法被我们观察到，我们观察不到它。那么，所以空间的膨胀，我个人没有办法认可这个说法。我们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我们银河系之外的这些天体，这些天体，像这些天体，那么都在远离我们。这个通过他们的这个红移现象，我们能够知道，他们都在远离我们。这是宇宙膨胀我们能够看到的。所以呢，相对论的里边的有一些东西是，不大好理解的。嗯、或者说，我的理解力有限，对有的一些东西呢，理解不透。嗯，但是在看的一些，比方说知乎，看那些科普的东西的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的，也有这种困惑。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正确啊。我个人的看法，首先，相对论，狭义相对论是基于两个假设。嗯，广义相对论，那么是在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上，把引力，把力看成了是质量周围的场，是空间的弯曲。这个相对论正确与否，我们现在刚才我们上面的讨论，我们现在不能证实，我们的能力有限，也不能证伪，不好说它对还是不对的。承认比较认可相对论的物理学者会怎么做呢？比方说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能用相对论解释的时候，我们就用相对论去解释。不能相对论解释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它解释就完了，没有必要钻牛角尖儿。如果是经典的牛顿力学能解释的东西，那么我们就用经典力学，经典的牛顿力学去解释它就行了，没有必要去钻这个牛角尖儿。毕竟我们人生的时间有限，没有必要精力花费在这上去钻这个牛角尖去，非要搞清楚这个相对论到底是对的是错的。这个争论本身，我不认为它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它本身就是根据两个假说提出来的。以后的越来越多的实验，比方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刚才提到的什么实验呢？引力波的实验，引力波的实验。那么以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实验，可能会为相对论提供支持的证据，或者是也许某一天，假如我们实现了超光速的飞行，我们可以直接测量宇宙中的光速，他说我们就可以直接证实或者证伪狭义相
对论的假设，方式不变的假设，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说相对论是对的还是错的是不是应该抛弃它了另一个我想说的，我们这里聊天胡乱聊没关系，我的水平有限，我们胡乱聊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是学生，你参加考试，那么关于相对论，你就按教科书怎么写，你就怎么答题就对了。你不要去认真去，不要去钻牛角尖去，否则你的物理可能会被打一个不及格的分数。这个呢，这点，尤其是学生、学生观众，学生听众，请你们注意。剩下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一个终极的问题：时间和空间旅行、时空旅行。我们看一下这幅图，如果能够实现时间旅行，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到过去，或者是到将来。回到过去，那么我们可以干什么呢？我们去改写大清的甲午海战的历史。到将来前面我提到过，我们可以去看看10000年以后的火星是怎么样子的。那么这样的时间旅行到底可不可能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的理论和观点。虫洞有一个虫洞的观点，就是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虫洞是连接时空不同点的假想隧道。如果可以创建一个可穿越的虫洞，它可能会成为不同时间点之间的捷径，从而促进时间旅行。实际上，这个虫洞不但可以实现时间旅行，还可以实现这个超光速的空间旅行。也就是说，在高维的时空中有一个虫洞，我们从这个虫洞就直接钻过去了。我们的飞船进入虫洞，从另一边就冒出来了，到达的另一个时间、另一个空间，你到达了时空的另一个地点，就是虫洞理论。嗯，第二个理论就是闭合类时曲线。在广义相对论中，闭合类时曲线是穿过时空并且自身循环的路径。从理论上讲，这些曲线允许人或动物回到过去，并与过去的事件互动。第三个理论是量子时间旅行。量子力学它的一些解释表明存在量子平行宇宙，或者叫多世界。这些解释表明，量子事件的每一种可能结果实际上都发生在不同的宇宙中。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些平行宇宙之间的旅行可以被认为是时间旅行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平行宇宙，我们可以在平行宇宙中穿梭，我们也就实现了时间的旅行。下一个理论是高维空间。在高维空间中，相对论不成立，时间和空间的旅行成为可能。因为相对论限制我们不能超过光速，没有办法到过去和未来。那么在高维空间中，如果相对论不成立，时间和空间的旅行就成为可能了。我们可以回到过去，可以到将来。
我们可以以超光速，比方说到宇宙的边缘去看一看，因为我们的宇宙是高维空间的降维，也就是说，前面我们提到过的，我们现在的宇宙，我们所在的宇宙是高维空间的一个子系统，一个降维的东西。那么，考虑一维和二维的例子，在一维的人看来，物体可以突然出现和消失，可以跳跃。那么下一个，我们聊一聊时间旅行的挑战和悖论。尽管在前面这些理论中，在数学上，时间旅行是可能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和悖论。时间旅行的悖论有很多种，以下是一些著名的例子。第一个是祖父悖论，这是著名的时间旅行悖论之一。假设一个时间旅行者回到过去，在他父亲出生前杀死了他的祖父，也就是说，一个人回到过去，在他父亲还没出生的时候，把他的爷爷给杀死了。那么，如果他的爷爷死了，他的父亲就不会出生，时间旅行者他本人也就不会存在，自然也就不可能回到过去杀死他的祖父了。这是一个悖论。第二个叫做先知悖论。先知悖论说的是什么呢？假设某一个人通过时间旅行得知未来将发生某个事件，某个不幸的事件吧。例如，我到未来去，看到了将发生一个战争，那么我回来了以后采取行动，避免了这个不幸事件的发生，避免了这个战争的发生。那么，如果该事件没有发生，我又是怎么得知这个事件的呢？就是说我在未来是怎么看见它的呢？这是一个悖论。第三个悖论，咖啡悖论。假设一个人喝了一杯有毒的咖啡，并在毒性发作前，通过时间旅行警告过去的自己不要喝这杯咖啡，那么过去的自己没有喝咖啡，那么未来的自己又是怎么知道咖啡有毒的呢？这也是一个悖论。下一个悖论叫做自杀悖论。假设一个人回到过去，杀死了年轻时候的自己，那么他在未来就不存在，自然也不可能回到过去杀死自己。这些悖论展示了时间旅行在逻辑和因果关系上的复杂性和挑战。最后，我们讨论一下时间和空间旅行的燃料。前面我们说了，时间旅行我们面临的一些挑战，也有一些悖论，但是这些悖论并不能说就无法实现。对于实现时间旅行，
那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时间旅行和空间旅行，我们这里说的空间旅行指的是超光速的空间旅行，就是说我们要到宇宙的边缘去看一看，看看发生了什么。那么可以肯定的一点，我们需要大量的能源。可以想象飞船的燃料是不是应该是反物质呢？实际上应该是这样子的，反物质被认为是未来太空旅行的一种潜在燃料。反物质与普通物质相遇会发生湮灭。按照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 E 等于 mc 平方，那么它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个能量在数量级上是现在我们的核裂变和核聚变根本无法相比的。这个能量转换效率极高。使用反物质作为燃料的飞船理论上可以达到非常高的速度。例如，一艘使用反物质燃料的飞船可以在短短几周内到达火星。然而，我们也还面临着很多的挑战。目前，反物质的生产，还有储存技术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反物质我们怎么生产出来？在实验室条件下，我们在加速器里面可以通过这个高能粒子的碰撞，在加速器里我们可以生产出反物质来。但是在工程上，我们的飞船要以它为燃料，怎么生产它，还面临着很多的技术问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产生出来以后怎么储存它？比方说，我们可以设想，用磁力把它困在里边，让它悬空，因为它一旦和普通物质接触，那么它就发生湮灭了，释放出能量，也就是说爆炸了。这个储存也是一个巨大的技术课题。也就是说，因为反物质的制造成本极高，而且呢难以安全储存，我们现在还面临着工程上的巨大的挑战。这只能说是工程上我们面临的挑战，因为在实验室制造出反物质现在已经实现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反物质的湮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也是在实验室里边已经实现了的。我们这一期的宇宙、地球和人类就到这里为止，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